女孩汉娜和莎拉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年冬天，他们都会跟着父母前往一个偏僻的小岛度假。岛上的密林里有片废墟，废墟里面有一条又黑又长的地道，那是他们的探险圣地。每次钻进地道，女孩们就会讲鬼故事练胆，最吓人的还是汉娜讲的那个地窖女巫的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岛上有一个奇怪的哑女，她的美貌和青春永驻，让村里的女人个个都嫉妒。最终，这些女人将哑女关进了地窖，任其自生自灭。然而哑女并没有死，反而在这黑暗的地窖中越活越远，成了真正的女巫，并立下诅咒：谁要是胆敢接近地窖，就会取代女巫永受囚禁之苦，除非能找到下一个替死鬼。故事讲到这儿，汉娜正准备抛出惊悚的结局，突然黑暗中窜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影子，吓得他们魂飞魄散，撒腿就跑。等喘过气来，低头一看，衣服上不知何时沾满了血迹。没人知道那天他们在废墟里究竟经历了什么。总之，从那以后，汉娜和莎拉就再也没有踏足过那座小岛。时光流转，曾经形影不离的好姐妹渐渐失去了联系。两人的再度重逢是在20年之后的急诊室内。长大后的汉娜成了医生，那天她一看病历卡，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这位生命垂危的女病患，居然就是她儿时最要好的朋友莎拉。有首歌的歌词是这么唱的：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说的是人一长大，烦心的事儿就会一件接着一件。汉娜和莎拉也不例外，久别重逢的兴奋劲儿刚过，两人就开始倾诉起各自的烦恼。自从父母去世后，莎拉的生活就彻底乱了套，开始整晚的失眠，昨晚多吃了几片安眠药，差点和这个世界说再见。汉娜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她嫁人了，有个可爱的女儿，可最近她发现老公搭上了别的女人，原本幸福的婚姻瞬间变得支离破碎。莎拉提议干脆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回小时候常去的那座小岛逛逛，将所有不痛快都抛在脑后。汉娜也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一早就开车直奔码头，再乘船渡过大海，终于回到了那座记忆中的小岛。穿过林间小路，就到了以前度假时住的别墅，阔别20年，屋内的布置几乎没变，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住了脚步。温馨的回忆很快就被打断，有个面无表情的男人突然出现在门口，把汉娜吓得够呛。莎拉说这人叫奈特，是岛上的护林人，在这工作好些年了，还纳闷汉娜为何不认识他。汉娜使劲搜索记忆，却一点印象也没有，这也不奇怪，毕竟当时年纪小，很多事都记不清了。傍晚时分，汉娜带着女儿去附近的渔民家买鱼，老板娘一眼就认出她来，亲切地管她叫小汉娜。可汉娜又像是得了失忆症一般，对这人没有丝毫印象，心中开始有些困惑。走出门口时，汉娜下意识地回头，正好看到渔民家2楼窗户上有个小女孩正直勾勾地盯着她看。汉娜被盯得心里发毛，转身时和一个冒失的男人撞了个满怀，聊了几句，得知男人叫马库斯，是老板娘的儿子。那天晚上，汉娜和莎拉窝在房间里，听着老唱片，翻着小时候的相册，再度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汉娜注意到相册里除了莎拉，还有一个总是和她一起合影的女孩，但她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转头问莎拉，莎拉愣了一下，惊讶地说这女孩是玛利亚，汉娜以前最要好的朋友，关系好到连她都要吃醋。可无论汉娜怎么努力想，就是想不起来自己小时候有这么一个叫玛利亚的好朋友。晚饭过后，汉娜一个人跑到外头抽烟，长得像坏人的护林人奈特突然出现，压低声音警告她赶紧滚蛋，否则将大祸临头。还没等汉娜细问，奈特就消失在了黑暗中，刚好莎拉拿着红酒走了出来。汉娜赶紧把事情跟莎拉说了，问这岛上是不是有什么危险。莎拉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说奈特这人整天神神叨叨，他的话可不能当真。当晚，汉娜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已经是日上三竿，床头还多了张儿童涂鸦。本以为是女儿的杰作，可女儿却蹦蹦跳跳跑过来说，这可不是她画的。汉娜也没太在意，吃过早饭就带着女儿又去了鱼店，因为昨天买鱼的时候，女儿的布娃娃不小心落在了那。老板娘不在前台，汉娜就顺着楼梯上了2楼，来到一个贴满儿童涂鸦的房间，风格和早上床头那张特别像。床上摆着条红色水晶手链，汉娜顺手拿起来，脑子里突然有了画面。她终于想起来，那个叫玛利亚的女孩是鱼店老板娘的女儿，这手链是玛利亚送给她的礼物。当时年纪小，两人还搞了个歃血为盟的仪式，发誓要让友谊长存。鱼店老板娘突然出现，场面有些尴尬，毕竟汉娜随便闯进人家卧室，还拿着人家东西。
老板娘并不在意，说这手链本来就是汉娜的，现在是物归原主。从鱼店出来，汉娜按照约定和莎拉一起坐马库斯的渔船出海，这正好是打听八卦的好机会。马库斯说玛利亚小时候就失了踪，应该是死了，有不少人怀疑是护林人奈特干的，不过这都是猜测，没证据。汉娜听完有些心神不宁，晚上睡不着，想喝点东西，听到地下室里有动静，下去逛了一圈，黑漆漆的，什么人也没有。恍惚间，汉娜看到出口处站着个小女孩，有点像记忆中的玛利亚，啪的一声把门给锁上。耳边突然响起小时候给莎拉讲女巫故事的声音，汉娜吓得连喊救命。好在莎拉很快就听到动静，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这是活见鬼了吗？汉娜越想越害怕，赶紧问莎拉，小时候最后的那次废墟探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段记忆她一直很模糊，可直觉告诉她，这件事可能和玛利亚的死有关。莎拉支支吾吾兜着圈子不肯说，汉娜气不过，直接跑去质问护林人奈特，那天为什么要赶他走？大祸临头又是什么意思？奈特恨恨地说，是你们把他带回来的，你们不该那么做。一边说还一边望向汉娜身后。汉娜心头一惊，猛一回头，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站在风雪中，正默默望着自己，正是记忆中的玛利亚。发现汉娜在看她，小女孩转身就跑，汉娜提心吊胆地追在后面，最后来到那座已经有20年没踏足过的废墟。借着月光，汉娜拨开铁丝网，钻进地道深处，找到了记忆中的地窖。掀开盖板的一瞬间，童年的回忆瞬间涌入脑海。那是最后一次去废墟探险的那个下午，当时不止汉娜和莎拉，玛利亚也在，还不小心掉进了地窖里。当时汉娜拼了命想要把她拉上来，可惜力气太小，没能成功。后来就和莎拉丢下玛利亚，自顾自跑了。意识到玛利亚的死可能和自己有关，汉娜几乎崩溃，流着泪告诉莎拉，自己已经想起了所有事。莎拉听完安慰她说，你当时不是已经尽力了吗？怎么今天还来责怪自己？可等汉娜转过身时，莎拉突然低声说了一句，错的不是我们，是你。次日一大早，汉娜就叫上莎拉，打算离开这里。莎拉的反应却有些大，抓住汉娜的手埋怨说，你这人永远都是那样，一有事就只会逃跑。这话让汉娜有些生气，甩开莎拉的手，决定自己走。可来到海边，却发现杜伦因天气原因停航了。关键时候，老公的电话又打不通，汉娜是既害怕又无助，突然想到可以找马库斯帮忙，让他用渔船送自己过海。不巧马库斯的船刚好坏了，汉娜傻了眼，跟着注意到马库斯的背影很眼熟，似乎自己小时候见过。再仔细一想，马库斯不就是玛利亚的弟弟吗？记得那是玛利亚出事后的第2天，汉娜离开小岛时，曾悄悄把玛利亚摔地窖里的事告诉他，还拜托他跟家里人说。想到这里，汉娜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赶紧跑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莎拉，说错不在他们，要怪就怪马库斯不守信用，当年只要他把事情说出去，玛利亚就不会出事。可话虽这么说，汉娜悬着的心还是没能彻底放下。她有一种感觉，玛利亚还活着，就在这座岛上，正用怨恨的眼光在盯着自己。夜里，汉娜还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听到地下室一直有人在说话，走近一看，却只看到女儿一个人。这时候，马库斯突然找上门，说船修好了，汉娜最好现在就带女儿跟他走，否则会有危险。汉娜哪敢再信他，果断拒绝。不料这马库斯相当执着，甚至还动起了粗，吓得汉娜大喊救命。好在莎拉来得及时，举着尖刀把马库斯给逼退。可谁又能想到，马库斯居然在离开别墅不久就被人给杀了，尸体就倒在海岸边。鱼店老板娘抱着儿子的尸体，恶狠狠地瞪着汉娜。汉娜吓坏了，怀疑是亡灵复仇，再次想到了逃跑。可等她跑回别墅，发现女儿不见了。莎拉眼角流血，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说，刚刚奈特跟疯了一样，强行把孩子给带走了。两人火速赶到林中的小木屋，看到奈特把孩子挡在身后，面对质问还特别的理直气壮，说他这是在保护这个孩子。还没等汉娜问个究竟，莎拉就扑上去和奈特扭打了起来。可他哪会是壮汉的对手，眼看着就要被掐死。情况危急，已容不得汉娜迟疑，在莎拉的催促下，把心一横，抓起斧头砍向了奈特，可用力过猛，自己也一头栽倒，摔晕了过去。好在孩子机灵，趁乱逃出木屋，躲回自己房间的床底下，正瑟瑟发抖时，有个小女孩来到他身边，安慰他别害怕。令人吃惊的是，这小女孩的长相居然和汉娜记忆里的玛利亚一模一样，原来这就是玛利亚鬼魂的真相。更令人惊讶的是，莎拉也回到了别墅，看到小女孩后，居然很生气地将她赶回了地下室。可怕的阴谋终于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小女孩是莎拉的女儿，可莎拉为什么要对汉娜隐瞒她有女儿这件事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企图？另一边，汉娜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只有奈特那具冰冷的尸体，染血的斧头就攥在他手里。鱼店老板娘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语气冰冷且愤怒，控诉汉娜当年为什么要害死玛利亚，时隔20年又回来搞事，怂恿玛利亚杀死了自己的弟弟。汉娜先是一愣，跟着就恍然大悟，原来莎拉就是玛利亚，她没死，假冒莎拉把自己骗回这座小岛，是想为当年的事报仇。老板娘恨不得立刻杀了汉娜，可杀人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一迟疑，汉娜已经逃出了小木屋。脱困后，汉娜第一时间跑去了废墟，果然看到了玛利亚正蹲地上给地窖盖上盖板。汉娜知道女儿一定是被关进了地窖，强作镇定，然后趁玛利亚不注意把她打晕并绑了起来，却发现地窖上了锁。她彻底慌了，赶紧把玛利亚晃醒，并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年的事不能全怪她，罪魁祸首应该是马库斯，而且已经遭到了报应。此话一出，玛利亚的脸上闪过痛苦和愤怒，开始说话帮汉娜恢复记忆，看看当年她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她嘴里说的那么的无辜。玛利亚从小就仰慕着比她大几岁的汉娜，她总是愿意为汉娜做任何事情，只希望能成为她的好朋友。那天，他们3个一起去废墟探险，发现了一个地窖，领头的汉娜就提议让玛利亚先下去看看。玛利亚心里其实很害怕，但她不敢拒绝，因为汉娜威胁说，如果她不下去，他们就不再是朋友。原本说好数到10，汉娜和莎拉就会把她拉上来，可等玛利亚抓着绳子爬进了地窖，他们却头也不回地跑了。他们骗了玛利亚，这可不是什么探险，而是汉娜刚刚想出来的女巫游戏，而玛利亚的角色就是被困在地窖里的女巫。那么深的地窖，别说是几岁大的孩童，就算是成年人也不可能不借助外力自己爬上去。玛利亚哭得嗓子都哑了，可这么隐蔽的地方根本就不会有人经过。直到天黑，汉娜和莎拉在外头玩够了，才想起来要拉玛利亚上来。然而不幸的是，绳子在拉扯的过程中断了，玛利亚虽拼命抓住了汉娜的手，可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发出了好大的声响。望着地窖底一动不动的玛利亚，汉娜和莎拉吓惨了。刚好护林人奈特走了过来，看到了这一幕。为了不让事情败露，汉娜和莎拉就威胁奈特，敢说出去就告诉大家是他杀了玛利亚。奈特被吓住了，选择了乖乖闭嘴。Du hast mich da unten verrecken lassen, du bist einfach weggelaufen und hast mich vergessen. Wir waren Freunde, Hannah. 玛利亚被发现已经是几天之后，伤痛和恐惧把她折磨得不成人形，还因此得了严重的精神病。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玛利亚的妈妈觉得这很丢脸，为了面子就对外谎称玛利亚失踪，实际上是偷偷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从那天开始，玛利亚就过上了白天打各种不明来历的针，晚上还要被男人欺负的地狱般的生活。她难过的想自杀，但强烈的复仇心情让她坚持活了下来。后来她怀孕了，以此为契机，她终于逃出了精神病院，之后又花了数年时间精心策划了这起复仇大戏。决定动手那天，玛利亚先干掉了莎拉，再冒险吞下安眠药，以久别重逢为切入点，冒充莎拉把汉娜骗回小岛。接着她看准时机，先后干掉了奈特和弟弟马库斯。这2个人，一个是隐瞒真相在先，冒出来碍事在后，另一个则仅仅是因为不小心弄坏了他心爱的鱼竿，就能狠心不说出姐姐的下落，所以玛利亚动起手来没有丝毫犹豫。听完玛利亚的控诉，汉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究竟干了件多么可怕的事。她哭着跟玛利亚道歉，说自己知道错了，可孩子是无辜的，希望玛利亚能放过她。玛利亚似乎被说动，任由汉娜拿走钥匙下地窖去救女儿，可等她挣脱了束缚，果断上前割断了绳索。汉娜重重地摔了下去，随着盖板被盖上，她终于能亲自体会一番玛利亚当初的恐惧与绝望。再次醒来，汉娜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老公陪在病床旁，告诉她噩梦已经过去，女儿也安然无恙。可接下来的话，汉娜就听不懂了。老公质问她为什么杀人，还给女儿吃了安眠药，带到那种地窖，是不是疯了？更令汉娜感到无语的是，玛利亚也来了，还在继续冒充莎拉。听老公的语气，她还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汉娜大惊失色，赶紧说那人不是莎拉，她是玛利亚，是杀人凶手。
可老公却摇了摇头，一脸无奈地带着女儿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娜简直要疯了。玛利亚笑着说，没错，你是疯了，就和我当初被救上来的时候一样。跟着他告诉汉娜，20年前由汉娜亲手开启的女巫游戏还没结束，不过这次轮到汉娜当女巫，至于游戏什么时候会停，就得看汉娜运气好不好，找到下一个倒霉蛋来当新的替代品。说完这些，玛利亚就轻飘飘走了，留下汉娜在那边声嘶力竭地咆哮着。可谁又会理会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呢？故事的最后，玛利亚顺利地融入了汉娜的家庭，并成功取而代之，因为本质上汉娜的老公就是个花心的人。不过汉娜的女儿画画的时候把玛利亚的脸给涂黑了，或许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家里面那微妙而可怕的变化。本片的片名叫做不准忘了我，也翻译成遗忘，用这么一个充满惊悚与悬疑的故事，探讨了记忆与遗忘的复杂关系。有些时候，遗忘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用来应对那些无法承受的强烈冲击，但更多的时候，部分记忆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在当事人看来，那些事件不过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不值得过多关注或记住，随着岁月流逝便渐渐淡出了脑海。可他们却忘了，你眼中的微不足道或许是别人一生的苦难，一旦这些记忆重新翻涌，带来的可能就是无尽的灾难。就像汉娜曾经以为忘却了的童年往事，最后成了致命的诅咒，这到底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人性的恶果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哦，我们下期再见。